從墨爾本中央商業區向南跨過亞拉河，很容易就會被眼前的無邊綠地給吸引，甚至忘了時間。很多人以為這裡就只有公園跟古蹟，但其實在這片綠意的背後，正隱藏着南半球最狂熱的藝術心臟。今天就跟住我們的鏡頭，一起來漫步這片亞拉河以南的文化綠廊。我們今早從酒店出發，首先搭乘免費的路面電車來到弗林德斯街車站。今天亞拉河南岸的墨爾本藝術區和南岸區徒步行程就要從這裡正式開展咯。一出站，映入眼簾的就是墨爾本最核心的地標弗林德斯街車站。車站前是一條交通非常繁忙的十字路口，看住路面電車、汽車、單車與密密麻麻的人群不斷穿梭往來，這一刻才算是真正感受到了墨爾本這座大都市的繁華與活力。說起這座弗林德斯街車站，它建於1910年，是澳洲歷史最悠久的火車站。它的外觀是宏偉的法國文藝復興風格，標誌性的黃色米色外牆，巨大的青銅圓頂，還有正門上方那一排用來顯示各班火車出發時間的復古時鐘，都讓它成為墨爾本靈魂的象徵。當地人常說的一句經典約會暗號“我們在時鐘下見”，指的就是這裡。雖然車站內部現在是繁忙的通勤月台，但你知道嗎？在它的3樓居然隱藏着一個神秘的百年廢棄舞廳，以前還辦過音樂會跟展覽，簡直就像魔法學校一樣充滿故事。看看墨爾本鮮花的價錢，一支玫瑰花賣澳幣10元，一束玫瑰花就賣澳幣80元。綜合花束就便宜一些，每束只賣澳幣45元。更便宜一些都有，每束只賣澳幣40元。墨爾本也有類似台灣悠遊卡或香港八達通的 Myki 智慧型電子交通卡。如果在墨爾本要搭乘公共交通，用這張 Myki 卡就什麼公共交通都通行，可以在這裡買。這自助機除了買卡外，還可以加值查詢結餘。而就在車站的正对面，坐落着另一座讓人無法忽視的壯麗建築——聖保羅座堂。這座宏偉的新哥德式英國聖公會大教堂始建於1880年，足足花了半個世紀才完全竣工。它最吸睛的就是那3座直插雲霄的尖塔，鐘塔更是全球英國聖公會中第2高的教堂尖塔。走進教堂內部，外面的喧囂瞬間被隔絕，映入眼簾的是精美的彩繪玻璃窗、極具層次感的拼花地磚，以及莊嚴的木雕屋頂。陽光透過玻璃灑下來的微光，讓整座教堂充滿了寧靜與神聖的藝術感。接着，我們只需步行1分鐘，就轉進墨爾本大名鼎鼎的塗鴉巷。這裡的街頭藝術色彩非常大膽，充滿了叛逆與自由的態度，隨手一拍都超級出片，絕對是打卡聖地。拍完照，沿住聖基爾達路稍微走幾步，著名的亞拉河就呈現在眼前。此時，我們正站在極具歷史感的王子橋上。這座橋建於1888年。設計靈感是參考了倫敦的黑衣修士橋呢。站在橋上欣賞優美的河景，看住遊船在河上來來往往，還有當地的划船隊在水面上進行訓練，真的十分愜意和放鬆。跨過亞拉河，我們正式進入了墨爾本南岸區域。這時候你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對比。
右手邊是極具現代感的摩天大樓與沿河漫步的熱鬧煙火氣，而左手邊則是一片寧靜祥和、彷彿沒有盡頭的城市綠洲。來到這裡，相信每位旅客都會被這片無邊的綠地所吸引。我們選擇從坐落在亞拉河南岸畔的亞歷山德拉花園步入這片綠意。這座花園建於1901年，名字正是源於當時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的王後亞歷山德拉。公園擁有開闊的草坪，不僅是當地人平時野餐、聚會的聖地，更是墨爾本每年3月最大型、最瘋狂的傳統戶外節慶蒙巴節的主場地之一。散步在公園中，墨爾本中央商務區 CBD 的摩天大樓不時穿插在茂密的樹影之間，古典與現代交織，是拍攝高質感照片的絕佳景觀。雖然今天陽光猛烈，但公園裡有許多高大的綠色樹蔭隧道，走起來相當涼爽舒適。沿途也設置了許多長椅，走累了隨時能坐下來休息，吹着微風，享受一下最道地的墨爾本慢活節奏。跨過馬路，緊接着我們就來到了維多利亞女皇花園。一走進來，就能看到中央那座為了紀念維多利亞女皇而建造的宏偉大理石紀念碑。不過，最吸引我們的還是花園裡一個非常優美的景觀生態池。這裡環境清幽，常年都有野生水鳥和鴨子在水面悠閒地暢泳。因為太過療癒，當地人還給它起了一個超可愛的外號，習慣叫這裡鴨子池。坐在池邊，看住它們游來游去，感覺心靈都被洗滌了。再跨過另一條馬路，我們來到了面積更巨大的國王公園。一進公園，就會看到那座莊嚴的喬治五世紀念碑，上面精緻的皇室與神獸雕像，象徵住早期澳洲對大英帝國的效忠。這裡的影片素材真的非常好拍，公園面積宏大，四周是無邊無際的青蔥草坪，綠樹成蔭。那些彎彎曲曲的林蔭步道，兩旁長滿了高大的古樹和茂密的蕨類植物，走在其中，真的會讓人產生一種置身於原始森林之中的錯覺。陽光穿過樹葉灑在地面上，光影效果非常漂亮，不管怎麼運鏡都充滿了大自然的張力。公園裡還有一個精緻的花圃，開滿了各色鮮花。不過，如果和我們之前去過的費茲洛伊花園那條壯觀的霍瑟姆步道相比，這裡的花圃可能就稍微顯得精緻小巧了一點，但依然不失為一個散步的好地方。沿住國王公園的草坪往南走，我們終於來到了墨爾本最具代表性的地標——墨爾本戰爭紀念館。這座建於1934年的宏偉建築是全澳洲最大的戰爭紀念建築，絕對是來墨爾本必訪的景點。它的外觀設計非常震撼，
靈感源自於古希臘的帕德嫩神廟和古代世界7大奇蹟之一的摩索拉斯亡靈墓。紀念館是免費開放參觀的，入口就隱藏在宏偉建築的下方。一走進去，首先會經過勳章牆，這裡整整排列了4000枚勳章，每枚勳章代表100人，象徵住超過40萬名在世界大戰中為國奉獻的士兵，氣氛莊嚴而令人動容。參觀完底層的博物館後，我們沿住有些昏暗、曲折隱蔽的石造通道，一步步登上紀念館頂部的戶外觀景台。一走出來，視野瞬間豁然開朗。這裡可以毫無遮擋地俯瞰整個國王公園的綠意，以及正前方墨爾本市中心那條壯觀的天際線，古典與現代的完美交織，真的太震撼了。參觀完紀念館，緊接住相連的另一個大片綠地，就是享譽國際的墨爾本皇家植物園。這座植物園佔地高達38公頃，是全澳洲最頂級的百年植物天堂與城市綠肺。它完美融合了巨大的森林景觀與如詩如畫的英式湖泊。植物園建於1846年，園內許多遮天蔽日的巨木，年齡甚至比墨爾本這座城市還要古老。而優美的觀景湖則是整座植物園的靈魂。你看，放眼望去，是一大片起伏的綠色大草坪，湖畔那只黑天鵝，高傲卻又帶着幾分逗趣，非常惹人憐愛。這裡不僅是當地人最受歡迎的野餐勝地，坐在湖畔吹風，真的能讓人忘卻所有的煩惱。漫步完亞拉河南岸這一大片壯麗的城市綠地，我們沿着林蔭蔽天的聖吉爾達路步行返回南岸區。沿途會經過充滿現代設計感的墨爾本演奏中心，還有最著名的墨爾本藝術中心。最醒目的標誌就是那座高達162公尺的白色鋼鐵高塔，這裡聚集了無數的劇院與藝術娛樂中心，是墨爾本毋庸置疑的文化心臟。很快的，我們就輕鬆返回了橫跨亞拉河兩岸、王子橋旁的南岸區，這裡和另一邊安靜的綠地截然不同，沿岸林立住閃耀的摩天大樓與繁華的人流。漫步在著名的南岸步行道，除了能深深感受這裡充滿活力的熱鬧氛圍，更是欣賞亞拉河畔風光的絕佳地點。不得不說，這裡絕對是墨爾本最懂生活的地帶。走着走着，肚子也餓了，我們來到亞拉河畔的 Southgate 購物中心，這裡面有一個臨河的美食街 Southgate Food Court。它的地理位置太讚了，就坐落在河畔旁，無論是整體的用餐環境、舒適度、高雅的格調，還是食物的精緻度，感覺比我們在墨爾本先前去過的幾個普通美食街要高級、舒適很多。起初我們還以為進駐在這種黃金地段，美食街的餐點定價會偏高，沒想到結賬時才發現，價格其實跟一般地方差不多， CP 值真的很高。吃完晚餐，我們沿着設計優雅的南岸行人天橋步行往亞拉河的對岸，準備慢慢散步返回酒店。
站在這座天橋上欣賞風景，無論是白天的開闊，黃昏的浪漫，還是華燈初上的璀璨夜色，真的都美得讓人屏息。好，今天的墨爾本亞拉河南岸徒步行程就分享到這裡，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了。漫步走過墨爾本南岸的優雅，手牽着手停在橫跨亞拉河的天橋上，白天的世界曾是那麼開闊昂揚，此刻你靠在我身旁，迎着微風眺望，看日光悄悄染上黃昏的浪漫，華燈初上瞬間點亮璀璨的夜晚，這景色美得讓我們平息了呼吸，在陶醉的夜色裡擁抱彼此的真心。夜暗的燈火搖晃着浪漫，有你的風景才是最美的地方。